嘿，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好，我们现在来看选择第一张牌的啊，第一张牌。然后我们会有3张塔罗了，好了，3张会分成4种组合哈，4种组合，然后来解析一下。好，这一个题目哈，告白这样。那因为我想说，用各种牌结合的话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象征了哈，所以每一组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讯息哈。那你再把它串联起来，如果有重复的或者重叠的，会把它连接起来、勾勒起来哈。好，那第一组牌就是力量跟金币侍者了哈。其实啊，我们在这边看到力量牌跟金币侍者同时出现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很清晰的讯号，就是宇宙在这里很明确的提醒你说，有一个人在校准你了、瞄准你了，在默默的准备这份告白哈，因为他心里哈已经酝酿着某一个对你想要诉说的情绪非常久了啦。毕竟力量牌的能量啊，代表着他现在这个情况正在很沉的哈。他的内心底层的一直在默默的调整自己，他的行动慢，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你，只是因为实在是太在意了，所以他不想让这份靠近显得让你觉得这个人很急迫很匆忙。他在心里其实早就已经有了告白的冲动，从一开始认识你一直到最后其实他都知道，他这份告白不能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像是一种表演那一种展现式的很虚荣式的方式。他知道他需要这样子慢慢的、稳定的代表这个表达他内心那个真诚毕竟力量牌在控制了这一份告白的这个核心。于是呢，他希望能表达出来比较温柔的，然后能够展现出他对于这份耐心已经有累积非常久的，他有一份耐心去积蓄这一份能量然后他希望积蓄的这份能量展现出来的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他选择在告白之前的很多地方，他都不显露出来，然后很收敛的去保温他这份温柔，他希望那个能量是够强大的。所以当他告白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会立刻感觉到这份稳重了。所以这种能量我觉得你们在相处上面的话，他其实已经有展现出一些，比如说他对你会特别有耐心，然后你们约出去或约见面的时候，他都会提早到或什么，他都愿意等候你，你做任何事情他都会愿意等候。那大部分时间他会尽可能的陪伴你然后他很多想对你说的话，你会发现他其实有藏起来，或是不轻易的说出来，好像不是一个秘密的感觉，而是他会让你觉得他很多东西他希望都是准备好的才诉说，不随便乱说。所以他对自己内在是一种蛮强烈的克制啦，并不是因为他不敢表达，而是他觉得如果要这么在乎的话，一切都要非常谨慎，每一件事情都要很小心。然后到金币侍者的能量会告诉你说，他的靠近其实除了前面的狮子的力量的小心之外其实他还要彰显的是更多的内心的一个真实，他对你所有的表现他都要真实的。因为金币侍者他不像金币国王那样或是皇后那样有气势金币侍者比较像是一种初学者、见习生，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走，每一步都是一份小小心的学习，每一步都要走的单纯又简单，然后很真心所以他所有的行动其实都在对你诉说着他的喜欢啦。然后大部分时间跟很多的相处，他都会记得你所有的喜好然后因为他希望在未来他所展现出来的对你的关心跟在意是有很多细节上面的准备的，所以他观察你的个性啊、喜好啊、喜恶他都大概会很在意，因为他可能未来在告白的时候想要送你一份礼物或是在生活中想要对你有一个关心，然后他想要帮忙你，这些的小细节他都不能随便，然后他都要比较明确的、精准的发现你的需求，然后可是他又希望所有的展现都是一种不需要你太过在意一些，他希望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动作这样，然后他也没有刻意要告诉你说他在走近你，可是他心里确实是慢慢的走近你了。所以在力量牌跟金币侍者的结合，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东西就代表说一个人内心其实有非常强烈的火焰啦可是他还是选择用保温的状态，慢慢的往你这边走，因为他相信对的时机比害怕时间
错过的莽撞告白来说，对的时机更为重要。那再加上有土能量、金币能量哈，所以他更觉得说，慢慢的成为你的朋友、好朋友、在意的倾诉的对象、心理交流的对象，成为你生活中比较不可或缺的角色之类的，这些比一份惊讶式的告白更真诚啦。所以他觉得慢慢的感受你，慢慢的让你发现他的心意，比起那些仓促的表白来说，他选择的是这一个方向哈，并不是说仓促的表白或者快速表白比较不好，而是在他的概念里面，或是依序着他的个性啊、其他能量来说，他觉得稳稳的表达温柔哈，然后再到一个关键点，然后温暖的告白表白，对他来讲是。我觉得是比较符合他的能量的方向跟他的路径的哈，他的结构上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你慢慢的生活中，可能他会以一个朋友的方式慢慢接近变好朋友，然后你会开始跟他有倾诉一些自己生活中的事情，然后他会给你很多的关心啊、支持啊、小细节这样。我觉得这些暗示后，慢慢的你会明白说，他其实在心里已经排练非常多次，你慢慢就会知道了，每一个小动作都是他的告白的场景啊。只是不是言语上的告白哦，然后他其实没有求太多东西，他只觉得珍惜你，就是你该得到的哦。他觉得，你该获得这份一个在意你的人的珍惜你的一些各种小小的行动哦，微不足道的一些小动作，他觉得这个是他单方面的付出，他没有求太多的回报了哦。那所以最后他要告白跟表白的意思上，其实我觉得他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份礼物是你该得到的，这样，而且是他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他心里就想要对你诉说的。无论你会不会答应，他觉得这都是你该知道的哈，因为他对你的感受比较像是说你很珍贵啦哦，你该获得你人生该从其他人的角度里面得到的赞美、赞赏，或是一些价值的肯定，他觉得这是他想要对你做的哈。所以力量牌跟金币侍者正在对你说哈，这个人其实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无数时间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只是他在想说要如何把真正的心意哈化成一个简单的语言，传达在表白或告白这个里面，还要搭配最好的时机，这样他希望给你一个完美的礼物啦。所以当你发现他在你旁边总是很有耐心的待在你附近，然后很细心的看过你各种东西然后不经意的会有一些持续的小付出其实你就相信他其实就是在准备告白了，然后他在等待那个好时机，这样。其实，如果你已经发现了，你对他做一些暗示，说其实你可以告白，而且他也会马上就告白的啦。其实不难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他很在意他的准备他内在有对于这份告白有一个非常高尚、非常高品质的要求就这样。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组牌第二组牌是力量牌跟宝剑皇后的逆位的组合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讲到力量牌力量牌在这里还是一样是代表那种爱情的底层的一个脉动跟非常有耐心的一个表达然后我们再加强解释一下，力量牌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收敛的火能量它不是突然爆发型的，它是用来驯服整个世界环境所有东西的一种温暖的力量，它可以调和各种东西它跟节制牌的调和不一样，节制牌比较像是不同东西的双向调和成一种平衡的状态，可是力量牌的它更多的是组织、组合、控制，让整个局面属于他的，可是它是用温柔的力量，不是强制的力量这样。所以这张牌在告诉我们说那个想要跟你告白的人，其实他把感情压抑在心里这段时间，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久很多，可能从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有，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一时的情绪的冲动就随意的表达。然后我们从力量牌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来，他对于自我的情绪控制的能力非常高，所以未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的情绪不是没有高低，而是他控制的非常好。你可能会发现他可能正在生气，对外在的事情生气什么的，可是他回过头来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会把那一个生气拉到一个很平衡的状态，因为他觉得他不会把这个情绪，或是不该把这个情绪放在你身上，他应该就收起来，对你都是一致性的他希望能够
温柔平等，然后让你发现他在意你的情绪，他不会把他的施加在你的身上，或是希望你每次他回头把情绪丢回来的时候，你都要接住，他不会这样子哈。所以这种力量牌的自制能力呀，展现了他对你跟他自己的高度的重视，所以他是一个对你自我要求很高。他不会要求你要变得跟他一样，可是他要求的是自己对你也要有这种高品质，所以不会随意说出告白，或是不会急着告白只是因为他觉得这种仓促的感觉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表达啦，所以他这种非常稳重的表白我觉得在力量牌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他其实这种时间的缓慢也算是在证明他对你的喜欢跟告白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告白之后呢，能够让你接住一份可以信赖的情感呢。可是呢，这份能量如果跟宝剑皇后逆位结合的时候，我觉得整个情绪就会再复杂一些。他可能要显露出他内在的那一个，他的这个如何把整个稳重的情绪保持好的这个。他花了多少力量啦因为宝剑皇后逆位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东西，它代表着言语上其实是有困难的，然后情感表达其实是有在掩盖的，然后心里有很多想说的话却没办法说出来。我们之前他说他心里有很多想说的话，他把它压下来，因为他想要追求比较温柔有稳重的态度。可是宝剑皇后逆位这边说的却是一种内在其实是有纠结的，其实在告诉我们说，这个想告白的人其实他心里确实是有满满的话，可是他觉得很难，很不容易把它组成一个可以让你觉得安心的语言，而不是他不会组成一个告白的语言而是他追求的是一个讲出来会让你安心的语言。因为宝剑皇后在正位的时候是能够清晰的表达的，是能够理智的判断的。可是，在逆位的时候，这个能量却会转换成一种很害怕说错害怕被误会，害怕心里没有真正的被理解很多这个状况，于是他先选择沉默，因为他对于用嘴巴说出来、口说情感的表达，我觉得可能他第一不擅长，我觉得他也觉得不自在，他的语汇他比较不擅长去组织这样子的情绪的表达，所以我觉得他选择比较多的沉默，或者在你面前他想说，可是很快就停下来。他明明应该有很多的时机啦，很多的时机是能够立刻说出来的，可是总是显得好像又绕路了话题又跑掉了，不够直接，那会让很多已经感受到的人会觉得他不够爽朗，或是不够喜欢啦。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在告白这个嘴巴说出来感受上，有些人对于用诉说情绪这个的组织，通常对他们来讲都有内心的不安全感啦。这个可能跟以前小时候或儿童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成长的时候，对于时常被指责说错话，或是这是一种，或是另外一种是当小时候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时常也被指责说不应该这样子，你要压下来，这样你的喜怒哀乐要自己保留。有些人的成长过程因为经历到这个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对于诉说的东西的时候，心里是有一个阴影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比较爽朗的感觉，我们比较小时候没有被这样指责或是被这样压抑过，我们认为直接说出来是比较健康的，就是对的。其实不是这样我们看塔罗有的时候就是要让你明白每当牌组合在一起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多面向。你不可能对于一个人立刻明白他的70几种面向，或是更多100多种面向，各种组合200多种面向，你不可能立刻分类的出来。尤其一个人可能就有10种面向、7种面向、8种面向、20种面向，他在所有的表达上面都有不同的。你自己就是，所以他人跟人并不会互相符合你的模式。所以当别人的表达或是他的这种方式跟你的不同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更宽广的心去欣赏与自己不同的方式。然后要记得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的好不一定会这么快就彰显出来，有的人的好会比较慢出来，还有些人他很努力，可是他并不会让你发现他其实很努力
好，所以不要要求太多，那就等待就好了。我们用一种欣喜的、欢喜的方式，知道他准备要告白，等待他就好，让他准备好就好了哈。因此，这两张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勾勒出一个我觉得很鲜明的暗示啦，就是这个人其实早就有告白的冲动。其实不管怎样，前面力量牌跟这里力量牌在的时候，他的告白冲动就一开始就有了。可是他反过来用力量牌的温柔的方式去压抑自己让这个告白在那个对的时间是要更准确的、更美好的啦。但是宝剑皇后的逆位却让他这一份压抑这一份先保存起来的概念变得一种有困扰的感觉。所以他每次在靠近你的时候，表达都会变得有点笨拙。他本来不是这样子，可是在对上你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笨拙那一样你要怎么发现他对你要告白前很多的暗示？在这组一样也是在说，他会有特别的耐心然后他对于跟你聊天的时候，会有一些奇怪的、奇妙的停顿，因为他突然会思索要讲下去的话好不好。那他很难直接表达出来说我是在意你的，但是他会用多陪你一点，多关心你的需求来去补充他，或是转一个方向去表达他的在意因为他内心仍然有想要表达或是告诉你他喜欢你的那一种火焰那个火能量是在的。可是因为有这个宝剑能量前面的金币能量应该也在所以他会被自己所设下的一些一步一步的框架来去先困住。我觉得用困住不好啦，我觉得他是比较希望能够有规矩一点，不要太混乱，不要太失控的去表达。所以我觉得这份状况只要他每次靠近你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跟其他人相处来说，他跟你相处比较谨慎，比较对你来说可能比较不自然，或者相比较比较不自然，没有那么，但就表示他对你不是冷漠，他是在你面前总是会比较慎重啦。所以他选择先慢慢看，慢慢等待，用耐心的来去守候你，也在耐心的等待他觉得最好的时机，跟他内化出那一份表达的完美的时刻，或者那个完美的句子，他组织起来。所以力量牌的能量在提醒我们啦，爱情的勇气终究会找到出口的，因为它本身就是那种温温的在底下的一种常流动的能量的一张牌。所以他终究爱情会在这下面的流动的地方找到他要的出口了，然后他也不会永远被宝剑皇后的逆位的这一个复杂的承诺的思绪所困住。因为内在的感情累积到某一种无法再压抑的程度的时候，其实他才会意识到他早就准备好了，而只是需要一个时机，或是一个深夜的对话或是一个偶然的陪伴这个压抑已久的情绪就会在某种非常稳健的、非常平静的内心的时刻就会真心就会说出来了。其实不难就是那个时机点就好了。所以两组牌都还是在告诉我们说，他虽然很耐心在等待他自己能诉说的时间，那你也可以很耐心的等待，或是享受这份他要准备说出来的那一种很好的相处时刻。因为毕竟他要表达出来的前面这段时间，他是非常好相处的而且他非常关心你的，这个关系也没有不好也不用太拘泥于一定要从告白之后去确定接下来的关系是什么，没有关系，我们就慢慢等那个时空会到来的。来我们来看第三组的组合就金币侍者跟宝剑皇后逆位这里已经力量牌先离开我们看一下它的组合结果是什么金币侍者跟宝剑皇后逆位同时出现的时候，其实它还蛮矛盾的，因为金币侍者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可是宝剑皇后是非常逆位非常复杂的能量，非常复杂的逆位能量因为金币侍者本身就是带着一种纯真跟真诚，很出奇、很粗心的，所以他的爱很单纯。在一开始遇到你的时候，其实最早期的。跟你最初见面的时候的告白能量其实就已经出现，他甚至可以在第一次跟你认识的时候就可以跟你告白了除非他那个时候有一些火能量的上升看来是没有所以而且火能量的出现却是力量牌的出现的话，却反而是出这种一种选择温柔靠近的方式但是不能否定的是，他那一个金币侍者能在一开始其实确实有带着告白的能量，而且是一种很稳健的相信自己能开创什么新局的一个状态。那宝剑皇后逆位在这边呈现了一种雾气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三张牌的组合在宝剑皇后这里也已经揭露出了她其实为何选择压抑跟温柔，因为她发现她的语言对于表达心意这件事情是非常生涩的，
他对于组织情绪的表达是比较难的。所以未来如果你们相处告白之后有交往的过程之中，你会发现，我希望你能够谅解跟体谅哈，不是每一个人对于情绪的完整表达都会这么好，不会像我这样子啦哈，对情绪的组织表达能力比较好。但是人都各有优劣嘛哈，他一定有在别的地方能够展现出来，譬如他的耐心啊，这个就是我比较没有的。好，我们就这样子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可以看出人是很多元的啦。所以这组牌说明说哈，他在心里虽然做了准备啦，可是行动上跟语言上的表达没有连接起来哈。即便他今天就跟你表白，可是你一定会感受到那种生涩与笨拙。所以金币侍者的能量呢，其实让他愿意为你付出哦，但是他不会用非常夸张的举动来引起你的注意，他会用非常多的细节让你发现他的在意哦。那他甚至因为金币能量跟宝剑皇后的风能量加在一起的时候，他甚至有的时候会跟你一起学习你喜欢的东西，然后会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成为你的一种辅助作用。他也许学习的比你好哦，可是他并不会让你发现这件事情哦。他会这样子有点像伴读的感觉，慢慢跟你一起。然后这种一起学习的状态，其实也像是一种跟你相处的一个练习啦。然后也在用一些更生活里面的平铺直叙的一些小对话来去当成他最后告白的一个练习。其实他想要让你感受到的是那些琐碎的、分裂式的碎片式的相处，其实都在建筑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的一种稳定性。直到他在告白的时候，你已经非常熟悉了他的美好或是他的温柔啦。只是宝剑皇后逆位的这个时候出现会让这整个铺路跟建筑的过程变得比较颠簸。明明有很多的话可以很自然的说出来，可是他在整个过程里面反而让他的这个学习之路变得比较艰难。他不是刻意的要选择把话绕来绕去，或是用一种模糊的方式来试探，而是他一直都觉得他对于你讲出来的任何东西他都觉得不确定所以这份纠结虽然没有办法阻止他金币或是力量牌的靠近啦，可是他心里总觉得为什么就卡在一个表达的这件事情的不完美上面？所以这两张牌组合起来，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一个正在如何学习爱你的人，无论是行动上或是言语上的表达，他都在努力的学习。所以我们这边也看出来一个他的真实他虽然不完美，甚至显得有点笨拙，可是他其实人不是这样子他其实他如果会有这种现象你看到他这么谨慎这么小心，其实他其实是个细心的人那金币侍者给了他往前进的动力，然后力量牌给了他往前进的那一种耐心可是皇后牌的逆位却一直在阻碍他让他把非常简单的告白或是一种表白的邀请一种关心的语言变得难以说出口。但是好处是他反而在行动上面、行为上面补足了非常多。其实我觉得就算不够敏感的人也都能够感受到他行动上跟行为上的暗示，这根本不困难所以你只要感觉到你周边有一个人比起其他人更在意你的小事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会感觉到，他只是言语难以表达，或是他跟你对话的时候发现，如果你的表达比较强而有力的话，他通常就会不太在做回应做表达，他会呈现一种完全吸收你的语言的一个状态。其实他也是在除了隐藏自己的说话之外，他也在分析想想到底该怎么回应你会是更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宇宙也是在提醒你这个人考虑告白嘛，可是他需要的很多的是如何突破自己那种笨拙的表达方式他要突破这件事情，他其实也需要勇气。而这个勇气有两个面向，第一个是要突破他这个语言的笨拙嘛其实他不是说话笨拙，他只是不太会表达情绪。那另外一条路就是干脆不要管这个了，直接告白，你会感受到这份笨拙里的可爱啦所以呢，金币侍者的单纯配上了宝剑皇后逆位的挣扎我觉得这份告白在我们看来，其实在他内心是更难的，难度更高的。我们以为告白已经很难了，在他内心也有很多的挣扎所以要等他
一下哈。但是从这里这2张牌组织起来的能量，我反而觉得金币侍者的那一个勇气哈，莽撞的勇气，就不顾后果的告白，我觉得可能才是他最后告白的一个关键。因为我觉得他再怎么练习，他也达到不了他心中所谓的完美哈。因为这里我已经看得出来，他的要求还挺高的，不然他不会被宝剑皇后的这一个逆位的挣扎困扰这么久。因为一般人哈，有的时候会直接略过这一个挣扎就去告白了。那他内心其实应该有高度的敏感、高度的谨慎。这个在未来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是旅行啊、生活啊各方面，你会发现他对细节的敏感度跟要求，还有注意力都还蛮强的。这个对未来有很多事情，譬如说一起去旅行或什么的，做旅行的规划、生活的规划、未来啊、生活啊、金钱啊各方面啊、消费，你会发现真的很好用哈。来，我们看到最后一个部分哈，就是把这3张牌组合起来哈。基本上我们今天用这个方式把3张牌用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其实我们是要再去洞悉哈互相牌的能量的影响之后，我们对牌也会更有一个新的理解。我们能够抓到比较深哈，它就不会只是在牌面上的片面去组织一些关键字，然后告诉你一些方向。没有，我们要再往更深层的知道他内心的一个剖析哈。其实3张牌不够，然后有的时候其实可以翻到30几张牌，但是我觉得3张牌可以，我们就一层一层的去了解塔罗的一些所谓的心理的一种探索跟指引未来趋势的一种能力。那这3张牌同时出现在一起的时候，作为这些组织的时候，其实我不觉得这3张牌的组合能力是蛮融洽的。我觉得它反而变成一种金三角的方式哈，毕竟它这里是火啊、土啊、风能量的组合。那对于水能量没有出现哈，有啦，宝剑皇后里面的水能量出现了，可是这一个逆位的水能量反而带来了本来是细心的思维，反而变成是制造更多的提问哈。所以这份水能量推进爱的那一个温暖的正能量并没有出现，反而是力量牌里面的那一个温暖有在做这3张牌的一个联系啦。所以联系了什么？仍然有保持他对于告白的这一份执着跟耐心，还有他一定要告白的这份肯定，其实都还在。只是他这一个旅程会把它变成比较看似笨拙一点，但我觉得他是谨慎啊，我不觉得这算是笨拙。我觉得任何的谨慎都会显出一点点的笨拙，因为那个就是边边角角够多啦，太多。所以我们大概再看一下这3张牌哈，总结一下。力量牌它就是一个温柔的自我控制了哈，它对你已经非常有强大的一种想要告白的一种涌现的内在的洪水般的能量，想要去告诉你。只是他努力收敛下来，是因为他真的相信有一个最好的时机。他希望如果你发现了他的靠近，跟他准备要去对你说出什么的时候，希望你不要觉得他是胆怯的，而是一种他内心的极度的在乎，因为他太珍惜要跟你告白的那一个片刻，也因为过于珍惜，他很怕跟你告白的时候会让你造成压力。所以他在这份东西在内在还没有化解之前，他愿意先在你旁边环绕，静静的看着你就好了。他眼神里一定藏着非常多比语言多的东西哦。你耐心的观察他，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可能在重要的时刻离开你，但他还是选择在你身边哦，细细的听你说什么，细细的给你最好的回应。你会发现这份温柔有一种可以平定你内在情绪起伏的一种力量。我觉得这个反而比更多的爱情到来的那一种窝心更持久，更细水长流。你慢慢的感受到就知道了哈。那金币侍者这边在讲的是说，他其实在初步就有要跟你告白的动能了，只是他的能量是土能量，所以他发现说，即便是要现在就告白，可是他也要小心翼翼的先选择最好的方式，也因为他一开始的最初心是已经这样设定了，所以他力量牌或是宝剑皇后的那一种风能量都进来了，他才发现说我要再更谨慎一点。好，他这份提醒被扩大了，这份小心翼翼被扩大了，但是他的脚步没有慢，因为他终究是侍者能量，他还是有往前走，但是就变得比较小步，比较慢，比较轻盈，所以仍然。这张牌也在重复的说，他也在等待一个时机，所以2张牌都在等待一个时机的时候，其实宝剑皇后的逆位，其实他没有办法确定，他的告白为何迟缓，为何慢，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原因，
就是他不是说他没有办法确定了，其实这边就是在帮忙确定了。我的意思是说，宝剑皇后他没有办法去帮他确定什么是告白的时机，但是我们确定了一个不告白的时机，就是他制造了非常多内心的不安，跟对于自己对于表达爱情的这一份怀疑加重了。但是从这里反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他其实内心有满满的话被宝剑皇后这边所彰显出来。他其实想说的话实在太多了，表示他对你的喜欢，觉得你对他的影响，他觉得你的好，其实太多了，他难以选择哪个最好，他难以用最直白的方式一两句就说完，他非常难。所以他在这3张牌的结合，其实他转换成一种行动，生活的行动，慢慢靠近你的行动，关心你的行动。你其实啦，这个人在你附近，你其实非常明白是谁啦。其实你非常明白是谁，而且你会发现他赶不跑，他很有耐心，而且他在这一份在你旁边待的时间的时候，他还在不断成长哦。不过，如果我知道是谁，我知道你在想的是谁，如果我能对这个人说的话，我反而希望跟他说：你太小心了，你太小心翼翼了，你太没有专注在展现自己这件事情上面。不过我们也只有3张牌这样看的话，其实他也许有，只是我们这边没有看到。我们这边3张只看到他为何告白还没有出现而已所以没关系，我们再慢慢等待他。相信一件事情一个人的好还有你会发现的好，或是你会在意的好，他有的时候会呈现的或是出现的比较慢而已，不代表没有。慢慢的看，慢慢的感受到，也许就会出现了所以这3张牌做一个结论他已经准备好了只是那个好的时机还没到，那是他认为的好的时机还没到。但在我这边看来，所有时机都是好的没关系，我们就耐心的等待他一下吧好，那这就是1号牌的朋友那3张牌的组合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希望给你一些比较明确的方向，大概让你去寻找一下附近到底是谁在准备跟你告白，他在慢慢的跟你靠近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然后我们用3张牌，然后用4种组合就是2相组合，然后再3个组在一起，总共去找看看有4个征兆。然后这4个征兆呢，来看一下这一个人在酝酿告白前有什么迹象，还有他现在的准备是什么，还有他自己心里的一个心境的方式所以4组可以都视作独立的讯息，但是应该会有很强的连结了。然后我会把这些连结把它凸显出来、勾勒出来你可以慢慢听那我们先看第一组牌是教皇牌跟太阳牌的组合其实啦，当教皇牌与太阳牌同时出现的时候，它这里其实是一个很明确的暗示。这个人他在心里酝酿的那个告白，他希望在这告白之后，这段感情是在光明磊落、光明之下，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个，大家都会知道，不一定要看到了，他不一定在全部的人面前了然后会被祝福，会被承认。所以，为了达到这个慎重的时候，他其实会以一种最真诚，也会用一种最庄重的方式，让你知道他的心意。因为教皇牌的能量代表某种传统、正统、诚恳，还有极度认真。它绝对不是一个轻飘飘的喜欢，或是只是一种心理身体的一个冲动的喜欢，他就想告白，没有。因为土能量跟教皇牌的关系所以他绝对会带着一个强烈的责任感的情感而告白。他并不想把你当成一个暧昧的游戏对象而已，而是想要用一种非常庄重的态度来靠近。所以这种能量呢，意味着他的靠近会带着一种想要给你一个地位，在他的生命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一个念头，甚至也是想要给你一个名分的感觉。他就会往比较未来性去思考而走去。他不认为这个告白就只是告白，因为他后面还有更多的计划，想要跟你一起实行陪伴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也许会先以一种朋友的方式陪伴。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实他早就已经想过，如果有机会，他会希望能够正式把你带进他的生活里面，不会只是偷偷的喜欢与此同时，太阳牌的出现则是像把这一件告白之前的所有的心理的阴影都驱散了。因为太阳牌本身代表着坦率嘛、喜悦、
光明。所以当有一个人想要告白的时候，太阳牌的能量意味着他不想再把情感藏在黑暗里面了，而是希望能够大大方方的让你知道，他想要牵着你的手走在阳光底下，而不是躲在角落小心翼翼的，不去告诉，不去隐瞒，这样。所以这份能量带着纯真、热情，而且是没有算计的，没有隐藏的，只是单纯的，在太阳牌的概念上，只是单纯的要把自己内心真正对你的喜欢，还有他觉得这是一份重要的礼物，然后把它告诉给你。所以教皇牌跟太阳牌的结合就构成了一个强烈的讯号，表示这份告白并不仅仅只是情感的一个冲动，而是一种准备已久的决定啦。他既想要给你一个真诚又有安全感的一种情绪，一种真诚的告诉，他也想要让这份爱情在最清晰的、透明的太阳光底下展开。所以呢，你要如何捕捉到这个暗示？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些小小的举动啦，譬如说，他会逐渐的开始更频繁的主动找你，然后话题呢，并不会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而是会带入更深的，想要了解你的一些话题，未来你喜欢做什么然后什么什么，反正就比较认真的话题会开始。可是他会很慎重、很庄重的方式跟你对话，语气里面没有轻佻没有太多的只是用幽默来串场，反而是有一种让你知道说我非常在乎你所有的回答。与此同时，你也会发现他在你身边因为太阳牌的能量，它其实会变得特别明亮整个人带着一种夏天阳光般的气息。它其实正能量爆发。他的笑容很真诚他不是一个随便的礼貌，而是每次见到你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所以这两张牌同时也描绘出他内心的一种很强烈的心态啦。他可能已经不再满足你们只是朋友，他想要介绍给你，给他身边更多他重要的人，他尊重的人，他生命里他在乎的人。他想要让整个世界知道你在他生命里面是重要的位置。所以这样的举动本身就是一种准备告白的暗示。所以一个人当他开始愿意把你放在光明底下愿意让你被很多人看到的时候，那就表示他的心意已经不用再多讲了。基本上所有的行动都是一份告白，只是在告白这一件事情上面，他会用非常慎重的方式来让你感受到这一件事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所以呢，我觉得这两张牌的结合其实会在告白前就已经会带来某种安全感，甚至在告白当下会把这个安全感发挥到最大。所以这份爱它绝对不是一种忽冷忽热的试探了，而是一个带着有长远的心意要往前进的一种有远见的、有未来的展望的一份告白。它把整个事件当成是整个未来的一个开端。所以太阳的热情呢，会让你感觉到他其实虽然他这么慎重，可是他内在是一种快乐而单纯的人。然后教皇牌会让你发现说，他表面上快乐单纯，可是他做起事来却是稳重又让人安心。所以你会慢慢知道说，这段感情不会只停留在表面的，而是既热烈又坚定的。所以当你感受到某个人开始展现像刚前面讲的这些特质的话，又庄重又认真又单纯又明亮的话，而且又让你感觉到安全感，又让你感觉到快乐，差不多他已经在准备告白的边境了。或许他还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候啦，或是他在等一个假期、假日、节日，他有在计划但是很肯定的是，他已经没有要把这份喜欢藏起来了。所以他希望当你听到这份告白的时候，不仅仅是惊讶惊喜，而是更清楚的感觉到他这份心意是发自他灵魂深处准备已久的一份真诚的诉说了。来，我们来看到第二组牌第二组牌就是太阳牌跟恶魔牌的逆位做组合其实太阳牌跟恶魔牌的逆位同时出现的时候，其实很特别但是它又是另外一种鲜明的讯号的路径因为他发现有人正在鼓起勇气了，正在准备那个勇气要告白了他把心里的阴影已经清楚了，太阳牌的能量，然后将把感情坦率的放在阳光底下去诉说。太阳牌带来的那个纯粹明亮跟喜悦会让爱情在被太阳牌照耀的时候变成不需要隐藏跟试探，而是更能够直接的快乐的表达了。所以这个人对你的心意并不是暂时的好感，而是一个堂堂正正要展现出来的情感你会发现他在你面前总是忍不住要露出真实的笑容，语气里面会带很多真诚眼睛里面有光，好像因为你的存在，他整个人就变得很轻盈，然后太阳的能量让人无法隐藏我觉得他的喜欢
已经是这样子慢慢的自然流露了。即使我觉得他现在都还没有说出口，可是他已经在日常的互动里面能够让你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正能量、明亮爆表的一个人的靠近。但是我们这边要诉说到他为什么还没有直接的告白了，这就是因为恶魔牌的逆位有关。恶魔牌在正位的时候代表某种束缚、害怕、执着，但是当他逆位的时候怎样？他就挣脱了。他挣脱什么？挣脱恐惧，挣脱过去的不安，挣脱内心的不安。这意味着他其实曾经被自己很多在爱情里面的担忧所困住。担忧什么？害怕什么？害怕拒绝啊，害怕说出口就立即失去你啊，害怕说出口关系直接被改变啊，害怕自己诉说的情感其实是不被理解的。其实这些心结让他一度压抑。然后在他一开始看到你的时候，其实他想告白，压抑了非常久。但是现在恶魔牌的逆位告诉我们，他已经努力突破了，准备将这份爱从黑暗里带到光明里面去了。所以太阳牌跟恶魔牌逆位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某种什么转折？什么样子的转折？从隐藏转向坦诚，从不安转向勇敢。这样你就懂了。这个组合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这意味着某个人已经走出内心的挣扎，决定不再让自己对于告白之后所带来的一切未知而恐惧绑住自己。他会选择很单纯、很直接的方式靠近你，表示现在这一场战争，太阳牌跟恶魔牌打仗，谁赢了？太阳牌赢了。他要用最真诚、最明亮的心，然后去做告白，因为他的心正在改变。他要从犹豫要不要说出口，已经变成是我想要说出来，我一定要说出来。就像我们刚刚前面那个组合里面，太阳牌也赢了，就是正能量爆表嘛。所以呢，在生活里面你要如何察识到这个暗示？那这两张牌的组合的解释就是说，其实他所有的想要告白的细节在跟你相处的生活里面都已经有出现了。你会发现，你最近跟他的相处变得更自在。不再像以前这样子，他对你不会小心翼翼，反而他会非常非常的自然展现自己。然后想要说什么，想要关心你什么，想要分享什么，他都会很自然的展现，他不会害怕下一步被拒绝、被否定、被讨厌，那些他已经没有这个感觉了。然后他主动约你的次数会变多，然后话题不再是表面或带着很多的分享。很多的分享跟前面的交换还不一样，这里带来的是更多的是分享他自己带着想要跟你深入交流或交换内在的喜好，各种人生的方向，各种的分享，他想要交换更多，所以他的语气里面会越来越少什么顾虑、害怕，你已经会感觉不到他那个人，反而是你会感觉到他那种真诚跟明亮后，你想要追随。所以这种变化呢，我觉得这是太阳牌跟恶魔牌逆位的时候能量交叠的一个结果啦。他已经不想再隐藏，然后不想再被恐惧困住，然后当他决定告白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一份解放的，一种解放的内在的爱已经在爆发出来了。所以不是依赖，也不是纠缠，而是他选择了，我只要用最坦率的心告诉你，我喜欢你，我在乎你，我希望未来可以一起往接下来的路径一起去创造。他只想要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份礼物告诉你因为太阳牌的能量真的太强了。所以这个组合最重要的是在告诉你说也是在提醒你说这份告白不只是对你的真诚，其实在这个阶段也是他一个重大的突破。其实在告白前他就已经高度突破了，所以在某方面来说，你已经是他的贵人了。他为了要跟你告白自我突破到他自己已经没想象到的一个好的境界了。因为当一个人愿意从自己的恐惧里面挣脱然后愿意把爱用那种光明的堂堂正正的方式摊在两根笔下告诉你表示他内在的心和他的心意已经经历了他自己的挑战跟考验，及格了，过关了。所以这样子的告白呢，或许不是很浪漫的很华丽的，因为土能量有两个嘛，刚刚看到两个土能量出现了但是它绝对是真实的，绝对是干净的，而且有未来成长的力量。所以太阳牌跟恶魔牌逆位其实两个结合是在告诉你说这个要即将告白的人他早就从阴影的位置走到光明的位置了。所以他现在所展现给你的那一个笑颜乐观是他最高度的真诚的外放的表现方式。他要让你知道你的存在早就已经成为他生命中很明亮的指引星跟风景，他向往，而且也默默的潜移默化的已经改变他非常多了。所以他这一个告白蛮像是对于一份回送的礼物啦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三组牌就教皇牌跟恶魔逆位来结合了我觉得教皇牌跟恶魔牌逆位结合的时候它是一个往深度里面
根本里面在探索的一个讯息在告诉你其实他在告诉你说，他准备要告白前面的这个心路历程不简单。这个我们刚刚从恶魔牌逆位已经有看到一点点了所以，但是这里在讲的是什么？我们之前讲的他那个自我束缚跟恐惧里面挣脱这一件事情，虽然已经让他成长了，你是他的贵人，让他发现这一件事情的。可是我们从教皇牌跟恶魔牌这一个位置发现什么？这是他要告白前必经的条件。他必须一定要先从束缚跟恐惧中挣脱出来，而且要意识到他必须要从这边挣脱出来，他才能够告白，这是必要条件。所以，如果他的本质上他没有要经历过束缚跟恐惧的话，他这个告白不会出现。因为什么？因为他不会意识到这份告白需要用最真诚、最庄重的态度走向你。那因为教皇牌的能量带着很多认真跟承诺的价值观嘛，所以在他发现后面需要用非常高度诚恳承诺的价值观去跟你告白的时候，他才发现他之前的内在的束缚跟恐惧一直在跟这一个未来的责任感抗衡，所以他知道他必须要先从恶魔牌逆位突破他之前对于爱情的恐惧，他才能够给予一个真实的承诺，这是他所在经历的一个必经过程。好，所以这边其实是要告诉你这份告白真的不是轻巧的、随便的，是很慎重的，所以在暗示你要好好的回答，无论你答应与否，要好好的回答。然后呢，从教皇牌这边再告诉你说，他想要给你的爱呢，不是一种暧昧不明的拉扯了，而是一份让人非常安心的一种承认。他绝对不会在这个开口的时候说我喜欢你，只是我喜欢你这么简单。他这4个字他慎重考虑了非常久，在心里排练非常久，而且还演练了未来如果你答应他之后的生活的走向，因为他在思考着在未来要怎么给予你更多的尊重跟安全感。因为教皇牌暗示他说，这份爱是有高度责任的，他是有群体关系的，有社群关系的，不是只是他自己一个人想要独自跟你告白，没有，他知道未来性很大，他要介绍他的世界给你，他还要去认识你的世界，他不能轻易的告白，所以他想要的不只是简单的亲近的靠近，而是真的是想要成为你生命里一个长远的、可见的、可视的未来的存在啦。那为什么这份心意到现在都还没有说出口？因为恶魔牌的逆位揭示者他这个要从他之前过去的恐惧束缚逃脱出来他有一种心灵洁癖他这份纠结要求的非常高他这个解放过程他一直在担心自己没有解放的完美，然后让他自己还在一个不够好的状态就去告白，所以他非常认真的在清除自己心里的阴影，而且非常非常多次怀疑自己没有资格去追求你。你看他对自己的要求都到这样所以等到他真的跟你告白的时候，他其实是已经觉得他所有的难关都过了，他对自己的要求高到过了他的标准了耶。所以恶魔牌其实在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努力突破非常多的东西，放下非常多过往的心结了。他其实一直不断的因为你而蜕变，所以一样要好好回答但是也不能告诉你，也不是让你有情了啦，而是他这边是要让你跟你说，我们要回头欣赏一个人如何把我们看得这么有价值而付出的这些努力。所以好好回答比较像是说，要用一种比较感恩的状态去好好的看一个人为我们努力成这样子所以教皇牌跟恶魔牌的逆位的结合是一种走向光明的旅程啦。因为教皇牌本来就是有一种慈悲心，然后恶魔牌的逆位本来就有一种解放，两种都是从一种暗能量往新的位置走向光明的一个旅程。它不是直接本来就在光明的位置，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一个转换过程。所以在这个走向光明的旅程中，你会发现他身上看到这样子的暗示，他除了跟你更靠近，他除了跟你更开朗之外，他其实对你表达的他内心的真诚跟自己内心的真心话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直接。然后你会发现他更主动，然后你会发现他开始很希望你跟他谈论内心的想法，甚至会不自觉的在你面前展露出很多他过往的脆弱、内心的故事。这样，那这些改变绝对是因为他的恶魔牌逆位，让他不在过去的恐惧里面受束缚。他非常渴望在告白的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全新的自己了，所以这一件事情才会拖慢他了。那在生活中，如果捕捉到他快要告白的讯号呢？其实就在我们前面讲的2次都讲到了相处的细节，
会除了很实在、会很认真、会探索更多未来性、更严肃之外，还有会有更多未来计划的话题。你不要觉得有压力，他只是希望看看你对未来的想法是什么，他能不能跟上，他们能不能配合，或者是他能不能给予你协助，其实是这样子哦。然后他会非常慎重所以你也可能会感受到他想要保护你。这种态度我觉得都不是一时冲动，都是他深思熟虑，在整个夜晚想了非常多的时候，他发现他只能拿出最真实的一面给你，不然他没有办法跟承诺对齐，他没有办法给你真正的承诺。其实啊，他在跟你告白前的时候，宇宙给他非常多的功课，一直在提示他，请你不要随意的告白，你要有真正的准备所以这2张牌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含义啦，他的告白不是一种绝对不是浪漫华丽的方式出现，不是那个，然后可能会在一次频繁的对话里面，他突然变得很认真，旁边都没有人，然后你已经会立刻感觉到这个人要拿出他的心了，然后他的表白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修饰，可是会真实到让你觉得很动人，也许只是几个字，可是你会觉得他绝对抓中重点然后教皇牌有给他内在的力量。因为在他告白前，他已经明白爱需要建立在尊重、诚实跟责任上面。然后恶魔牌的逆位给了他挣脱自己恐惧的勇气，然后这份勇气有保留到告白的那个时刻，所以他非常清楚他不会浪费他之前的挣扎，脱离很多他内在的阴影面的那个挣扎，他不会浪费，然后他会依赖着教皇牌给他的对未来的一种信任、坚定，要相信未来、拥抱未来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组牌答案很明确了，这个要告白的人啊，我们已经讲第3次了，他的心意呀，不仅是真诚的，而且他还从突破自己，然后发现自己的那一颗心是完整的，才把它交到你手上。这三层下来，这个人是绝对认真的。可是到这里虽然还有第4个3张牌合起来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这3张牌都在讲一件事情，他确实是把自己告诉你这份告白是当成是一份重要的礼物，你需要获得，而你的答应与否，其实在他心里没那么重要，因为他其实已经有点无私了，他觉得告诉你是更重要的，反正所有的学弟全都在你身上，但是告诉你他对你这个心意是极为重要的，你必须获得这一份礼物，让你知道说，其实你在世界上是有人把你看得这么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到第4组牌第4组牌就是3张合在一起嘛，教皇、太阳牌、恶魔牌逆位应该会有很多重复的讯息啦因为单张所能够展现出来的能量，我们刚前面都看到了。那我们这个部分大概有一些小小的复习，然后我再帮你捕捉一下什么特别的点其实整理出来这3张牌啊，它绝对在讲一个无法忽视的讯息啦，就是这一个人啊，要对你说出口他的爱意的话，他其实啊压抑了真的非常久，他从一开始认识你就压抑非常久了，然后他其实经历了非常多的放弃，他觉得自己配不上你了，我们讲最白，他觉得他自己配不上你那是因为他配不上你，所以他内在的那种怀疑啊、恐惧一直在侵蚀他。可是呢，太阳牌的能量进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塔罗牌进来的时候，它并不一定是同时出来，它这个3张牌我们用塔罗的形式，好像它是有一个顺序，可是它其实是他心境的改变。所以这3张牌看下来的话，发现太阳牌是最晚出来的，恶魔牌逆位是最早出来的那怎么说呢？恶魔牌逆位先出来的时候，是他在一开始看到你的时候，他发现你是他内心的光，可是这个光还不够强烈到可以阻止他，或是改变他心里的怀疑跟恐惧啦。所以教皇牌在出来的时候，在提示他一件事情是说，如果你这份内心的怀疑跟恐惧对爱情的没有整理好，那你未来没有办法给予一个有真诚、有责任感的一种告白。因为当你告白的时候，如果对方答应了，那它就会变成一个是变成2个人的事情。那到时候2个人要共享生活、交换生活、介绍朋友，要有一些连接缔结的时候，你的那个责任跟你过去的怀疑跟恐惧都没有清楚的时候，那份承诺是不是破碎的，或是轻易就被损坏的，容易被攻击的呢？他就在这个挣扎里面隔了非常久，即便他对你要诉说的告白，只是希望让你第一次知道说他喜欢你，然后希望能够未来从交往再到确定关系，慢慢的走都可以。也许路程是简单的，可是恶魔牌的逆位跟教皇牌在他心里造成的那一个挑战，我不能说造成的阴影跟恐惧，我的意思是说，他一直在努力的成长这是他最好的部分，他一直在希望在突破，所以他对你的喜欢的这个真诚跟驱使力是非常强的只是教皇牌
给了恶魔牌逆位加重了一份压力，这是他自己心里才知道的哈。他希望这一份诚恳跟这个承诺绝对不是一种暧昧的试探，他希望他告白的时候，他不是一种暧昧的探索你的反应再来做决定，没有，他在告白前他就已经做好所有的决定了，你答应跟不答应，他的反应他都已经做好决定了，这个就是教皇牌给他的那个承诺的定义。要有尊重，也要真诚，这不是个游戏。所以在他进入了教皇牌的阶段的时候，其实恶魔牌的逆位在他心里已经被消磨很久了，消减很久了。其实那个恶魔牌的逆位的状态，他其实已经过了差不多了，因为他已经非常从自己的怀疑跟恐惧里面进入了着重于承诺这一件事情。好，然后当他的内心比较光明起来的时候，太阳牌这个时候就像一道光出现了。驱散了所有的阴影。我们一开始就讲了，所以驱散了什么？恶魔牌所带来的挣脱的阴影。他本来还在挣脱，就恶魔太阳牌一进来的时候，连挣脱都不用了，阴影都没有了。因为太阳牌在他内心突然亮了起来。他可能在生活里面遇到了很多事，看到一本书，看到一个电影，然后告诉他说，坦然、坦率、透明就是所有的解决方法。太阳牌好像在告诉他说：“难道你希望这份告白是偷偷摸摸的告白吗？”结果配合到他的个性各方面，结果他发现他要的告白是光明磊落的告白。所以太阳牌的力量进来了，太阳牌的力量就发挥了。所以他发现他要大大方方的让你知道他有多喜欢你。这是他后来太阳牌的能量，在他心意里面把那些掩饰阴暗的时候都消除的时候，变成这一种日光型的。微笑型的、笑容型的。好，那当他心里有这个部分出来的时候，他开始慢慢靠近你的时候，他的感觉就是什么？他愿意跟你分享，他每次见到你都有无限的笑容，然后他会跟你探索很多未来的事情。他不是得失心的跟你探索，他不是一种考验，他是想知道你更多，他能不能跟上，能不能支援你更多。好，其实它的顺序是这样，所以3张牌的能量放在一起啊，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完整的故事啦，就是从迟疑变成找到信念，变成找到坦率的心、坦率的方法。所以他最后跟你告白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明朗、快乐、正能量的人。他也许不告诉你他经历了内在的纠结，他只告诉你结果是他已经是一个乐观快乐的人来靠近你了。而你看到的是这样子无比的快乐、正能量、真诚的人靠近的时候，可是你心里要知道。他不是始终这样子，他是有经历过一个内心的折磨，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说，要好好回答哦。所以呢，这份告白呢，并不只是说出口这么简单啦，它是一个他内心成长、挣扎、挣脱的一个胜利。然后他胜利之后，他才能够安然的、安心的把自己用告白的方式交到你面前，让你决定。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是双赢的，他赢了自己，好。他赢了自己的改变，他也赢了自己的进步。如果你还答应他的话，他又再赢了他所渴望的那个结果。所以我才说你好好的回答，但是不要有压力。你任何的回答都已经对他有很好的帮助了。好，所以有个小建议啦，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要回答说哦，那我们现在就交往，没有。你可以回答说我知道了。好，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慢慢的相处，慢慢的认识彼此，也可以啊。这只是一个开端哈，不用有压力哈。好，那这就这样，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个不错的方向哈，跟这样子的组合方式，我只是希望说可以给你们一些比较简洁的一些重要的讯息就可以了哈。好，那就这样，2号牌的朋友，谢谢你来听哦。好，那我们来看第3张牌的4个牌组哈。其实这4组啊，就是用3张塔罗就是你画面上看到那3张塔罗的4种组合，它两相组之后再3个组在一起，然后我们再寻找它有没有它4个象征、4个征兆，来去让你发现你周边的人有没有人正符合这样子的能量哈。所以会讲的蛮细的，可是也有一些重复哈。那我们先来看权杖6跟月亮牌的组合哈。其实权杖6跟月亮牌组合其实很对比的。因为他们在讲的是某种明朗的跟隐蔽性的未知的，所以呢，一方面是在渴望着光明的胜利，立刻达到；而另外一方面呢，则是被心理的幻想所牵绊，然后这个幻想带来了某种对于实际行动之后的不确定性，所以他迟迟没有跨出这一步，就是这2个组合所带来的那一种矛盾啦。只不过呢，他现在没有离告白非常远，我觉得他只差一个突破的时机。那因为他毕竟在权杖6的位置，他还是非常想要大声的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喜欢你啦。可是因为月亮牌所带来的那种神秘气息，一直在偷偷的告诉他说：等等，你还有一些盲点没有发现。
所以我们来看权杖六这边我们先一个权杖六来解释一下。权杖六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荣耀的牌啦，它本来就有一种胜利啊、肯定跟被大家的祝福，所以它必须要在光明的底下受大家的承认跟祝福跟太阳牌的光明不太一样太阳牌比较是自我的实践。所以当它权杖六落在告白这一个脉络里面的时候，意味着他并不想要把这份心意永远藏起来，他希望能够以一种很大方的姿态走向你，不仅仅是悄悄的、偷偷的喜欢，或是私下的告诉你喜欢而已。他不要这个，他要的是非常明朗的、光明正大的告诉你，他选择了你，他喜欢你，他想要把这一份告诉当成一份礼物交给你。所以这种能量往往带着一种高度的自信，但是也带着火能量的迫切感。这个迫切感带来了，他如果再不告白，他心里会觉得他要错过，所以他脑袋一遍一遍一遍的反复试炼过，他等一下要告白，他等一下要告白，他等一下要告白，反复的演练过告白之后你的表情，你回答之后他要的反应，他要微笑吗？还是该做一个？如果你被拒绝，他还是他要做一个很冷酷的表情或什么？不知道，他演练了非常多你们两方的反应然后他设定非常多的题目，就是你答应了会怎样？你不答应了会怎么样？你支支吾吾的没有马上答应是怎样？他想了非常多这种东西，可是他在这些想象中他都认为他会胜利，他都认为他会成功，他都认为你一定会答应，因为他的正能量在权杖六的时候其实发挥到非常强的极致了。因为他知道他要告白的那一刻一定是非常有把握的，而且他一定觉得，他这份真诚至少不会被狠心的拒绝吧。但是月亮牌出来的时候呢，这份胜利就显得模糊了，因为月亮牌不是6号牌，月亮牌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跟幻想里面的矛盾，它本身的不安就来自于他想象一些不好的结局，他放大了一些坏的情况，然后成为了他刚刚跟权杖六的一种心理的矛盾非常强。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他白天的时候是权杖六，到晚上深夜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人接近的时候，他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就会进入了月亮牌的一种深思熟虑的疑惑之中。所以他内心有非常多未解的疑问，在告白之前啦，会有什么？你跟他一样同样的感觉吗？或是我是不是接错了讯号？或是我是不是一厢情愿？然后我告白之后，会不会连最基本的朋友关系都没有了？这些问题在夜里就像一种浓雾一样，每一次都把他白天的那一种权杖六的勇气包起来。所以呢，在现实里面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很矛盾的他。白天的他就是一个权杖六的充满能量，会开心的跟你互动啊，觉得他人生进入了很多下一步啊，跟你分享很多他人生的愿望什么，他是你的旁边的朋友，这样你看到他你也觉得很开心，他是也开朗乐观的人。可是到安静的时候，以往的他会像月亮牌的能量会非常迟疑，非常不安，他会突然冷下来，因为他突然会想到说完蛋了，我现在好想告白了，可是那些矛盾又跑出来了。所以这两个能量的交汇正是权杖六跟月亮牌交叠的一种真实的写照啦，它一直在光明与黑暗之间拉扯啦，很有意思因为它这个为什么说很有意思？因为它这个拉扯之间，它一直在不断的成长，它一直不断的在自我揭示，一直不断看清楚所有的关系的。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发现它了，然后你也被今天这张牌你抽到，你发现它是这个状况的话，其实你会觉得它蛮有意思的那其实，在告白前，他这些状况都已经非常明显了啦。有些人应该已经发现是谁了因为他这两张牌的出现，他才内在才非常矛盾嘛。不过也无所谓啦因为他有可能会在勇气权杖六很强的白天的时候，明朗的时候，他就会告白。那个时候他心情会觉得说错了也算了啦，表达不好就算了啦，我还是要说出来，因为这份心意太重要了，不表达出来我会错过所有最好的心意的能量的时机。所以权杖六也在提醒你他终究会走向光明的那一面去告白，因为他内心这一个对于告白成为是胜利的渴望的想法非常浓。这个胜利的渴望并不是跟你告白，你的答应是他的胜利，不是这个东西，而是对他来讲，能说出告白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胜利的时刻。只是他希望他在这个胜利的时刻能够骄傲的，然后牵着你的手啦，然后他能够骄傲的不再是一个暗恋者啦，他能够骄傲的被你承认他是一个可以交往的人啦。只是月亮牌也在提醒你他的心还需要一点时间在厘清跟坚定这一件事情呢。他需要的是看清楚，其实他不一定是需要勇气，他需要的是他看清楚自己可以走到你面前，光明磊落的把这句话讲出来。所以这组牌讲的很简单，就是他有两面，但是他有勇气的、有光明的那一面比较强，然后恐惧跟那个内心的挣扎，跟他自己陷入自己的想象
好，坏想象里面只是在拖慢他的时间而已，不用担心，他终究会在很自豪的时间里面，很开放的时间里面，在最好的位置站在你面前跟你告白的。第二组的配对呢，我们就来看到月亮牌跟愚人牌的配法啊。月亮牌跟愚人牌同时出现的时候啊，蛮像是一种在迷雾里面勇敢的去摸索方向的一种冒险。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最后会做的事情，就是他会鼓起一种很奇妙的勇气，他就觉得说我就是个勇者，我才不管前面的困惑或什么，我要摆脱他们，我要直接表达。我已经做好了接下所有你的回答的准备，这是他的告白。我觉得他最后会发生的时刻，因为月亮牌的能量啊，总是在他内心纠结啊，跟很多幻想有关，象征的很强的不安，象征的夜里的雾气，象征的看不清楚前面的路。然后当他想要告白的时候，却没有迟迟没有行动的时候，其实就是月亮牌在这里一直在拖慢他。其实他心里啊，已经想了非常多次，说我要如何说出口，说出口之后会得到什么反应。然后他一直在反复揣测你的眼神，他一直在生活里面从跟你相处的细节找出你可能在告白之后给他的回应，所以他其实非常多度怀疑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捕捉你身上的这个感觉，会不会只是他一厢情愿的觉得你的反应跟感觉就是大家所看到的。其实这种不确定啊，虽然在他心里成为一种非常迫切的需要找到答案的一种感觉啦，可是他仍然留在一种观望的状态。他为什么留在观望的状态？因为他没有收集情报，没有收集的非常完整，他其实心里还蛮多的不确定的哈，因为他没有跟你去确定啊，他很难跟你去确定嘛，他只有用资料去整理，去数量去整理来确定哈，还是蛮可爱的啦哈。然后当愚人牌的能量进来的时候，正好给他一股推动力。记得愚人牌本来就是一种带着所有的不安，只有勇气往未来走去的那一种能量啊，所以愚人牌在这里进来的时候刚刚好。让他在这个迷雾里面产生了某种无畏与纯真。他告诉我们，爱情并不需要这么多的规则跟这么多的想象去捆绑。如果你在想象，你在未雨绸缪，在想这些你有能力解决，你有面对，好，你去慢慢的想是 OK 的。好，1号牌有这个状况，可是3号牌的状况不是，3号牌的状况是看得出来，这个是他的更多的庸人自扰这个情况，所以愚人牌出来救他了，这个能量从他内在心里出来了。愚人牌在告诉他说，在告白的脉络里面心里绝对会有非常多的不确定。你只要跨出那一步告白，后面的事情我们再接住再看就好了。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尤其你内心是一个开朗、明朗、正念的人的话，那些回答、那些反应都是当下我们就会知道了，不用紧张太多。不然所有的最好的时机都在这些迟疑里面被错过了，说不定你要告白的人，或是他要告白的你，刚好是在最最棒的状况，可以接受所有的告白的一个能量里。结果彼此错过了，反而进入了两个都是比较差的状况的时候才告白，怎么办？可能进入了你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你的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才告白。只要感觉到对能量对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告白。愚人牌在讲的就是这一个，赶快冒出那个冒险的心冒险的脚步。你怎么知道这个悬崖跨出去的时候，下面是会让你摔死的地？它说不定是一个可以游泳的海洋，或是只是一个软绵绵的草原。它也许没那么深，只是视野看起来是一个悬崖要跨出去才知道。所以呢，这两张牌的结合其实描绘了一个真实的状况了。他其实还在害怕，但是他内心的爱一直在膨胀，一直在增加，一直在推动他，让他想尝试。因为愚人牌的能量最强，所以他并没有准备好。身体没有准备好，勇气没有准备好，但是他的心一直在告诉他说，就是现在 right now right now right now 不要再担心这个告白不完美，不要再担心这个告白会冒失，只要你的心是真实的，你觉得现在是最纯粹的，你就去告白。所以在生活里，你可能发生什么样的迹象？就是他在跟你互动的时候，会显得特别犹豫，嘴巴讲到某些地方的时候会停下。其实3张牌都有这个状况，3组牌都有这个状况。可是他有可能，可是3号牌特别的是，因为愚人牌的发挥，他有可能会突然变得大胆，就突然冒出了一句关心跟邀请，或是直接告白。因为月亮牌让他进入了这个迷雾，其实并不是只是未知跟神秘或是不安，它其实也代表什么？随机性很高。所以愚人牌跟月亮牌搭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随机的超大的勇气就冒出来，然后就告白了，有可能。所以这组牌在提醒你这个告白其实藏着他背后有一个很强烈的冒险心，所以你不要太猜测他可能怎么说的，没有，因为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告白，他可能等一下就突然告白了。所以我们要保持一种心意，就是来看看
那个意外惊喜什么时候的发生，什么时候要爆发，我们来期待一下。你这样想就好了，我比较自在哈。来哈，我们现在直接来看到第三组牌啊。第三组牌就是权杖牌跟愚人牌的配合啦哈。那这两张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强烈的互补的能量哈。它交汇出一个很鲜明的一个整个流程哈，整个故事线这样。因为权杖六代表的那个胜利与荣耀嘛，还有他所向往的那个公开的承认，然后配合着愚人牌的冒险跟单纯，还有勇气的跨越，这两张牌跨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他已经完全不害怕在光明正大的跟你告白之后的那些位置，他抓起来。所以这一件事情在我们刚前面已经有讲了，他光是愚人牌跟月亮牌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你说，愚人牌已经有这一个状况了嘛。好，可是现在在搭配到权杖六的时候，其实这一份冲动跟那个想要把内心情感藏在内心的那个东西，他不满足藏在内心啦，他一定要说出来。私下的互动各方面都只是在激起他更多的想要告白的那个能量。其实啊，他也没有那么渴望说要在众人的眼睛底下见证这个状况，可是他至少他不想要在一个私底下偷偷暗恋的状况，他觉得太不值得了。他觉得你也不值得拥有一个人对你的心意是这样子的，一点点的都没有告诉你，他只是觉得说你值得被告诉。所以这份自信呢，在他内在里面，因为权杖六跟愚人牌的一个混合，所以他心里对你的感情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一个确定了，只是这份确定要变成某种行动的时候，然后再加上月亮牌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提示、提醒、阻碍、暗示不安，它显得比较慢。但是这一个行动还是会慢慢的走出去，因为愚人牌跟权杖六都已经有要往前走的一个意义。所以他内在那一个想要表白，他不是心血来潮的啦。他其实准备充足的，他很明白自己的心意，他很明白自己是非要告白，他不可。不然他心里的那一个对于告白这一个的很奇妙的一种荣耀感啦，他很像就是有一种该怎么说？他觉得跟你告白，他有某种归属感。这个归属感比较像是他归属了某种爱的成分，他归属了某种爱的象征。这样，他在遇到你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跟某一种爱的模式有连接。所以愚人牌的能量在这边告诉他，或者牵引着他往未来走去，就是在告诉他说：也许你很天真，也许你很想冲动，也许你不想在意规则，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心里的这个爱已经被牵引着过去了，你就去冒险吧，你就往前走吧。那整个告白的过程，就算没有完美的设计场景，也没有什么，你只要准备好你的心，让自己的个人内在显得比较真实，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愚人牌在这边被放大的非常强，然后权杖六的那个火能量就在那边当成这个热能，让它变成是说我根本不需要确定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一定要在此刻让你知道说，我在这些犹豫前面的时候，我已经想清楚，一定要跟你告白了。虽然3号牌的朋友你们可能如果你有去听1、2号牌的话，你去好奇去听1、2号牌，它总有一种它要非常谨慎，它把告白当的是非常神圣、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情，它才要告白。可是3号牌却显示出1、2号牌少的是什么？那一个爱情出现，我就是要告白的这一个喜悦。不能说上面的没有喜悦，而是这个喜悦是饱满的，而且是 pure 的，是纯真的，很像初恋的那一种感觉，是我们很多人在爱情很多失败啊不如意之后都失去的东西，就在这组牌里面，选3号牌里面它就有在出现。所以，但是我不得不说，他也没有说完全不庄重或是他是随便的因为愚人牌，愚人底下，他这张牌底下，如果是你去看韦特帕罗牌的时候，他那个背后背的有一个包包里面，那个包包里面其实象征的是什么？他各累世的智慧。其实愚人牌象征的是，你要看他就整张牌一直这样子 run 21张牌，21张这样 run， 然后回到0，21张回到0。他每一次 run 过所有的大牌的时候，他就学会一次智慧，学会一次智慧，学会一次智慧。可是当他学会了非常多的智慧的时候，当他在遇到新的冒险的时候，你又抽到愚人牌，他又告诉你说我要往前，不代表他是一个绝对愚笨的状态往前，没有。愚人牌告诉你的是，他其实拥有了非常多累世的前人的智慧，而且他其实内在是强大有力量的。只是愚人牌在告诉你的是，我又回到了无畏的纯真的状态，去做一个新的跨步、新的挑战。所以在这次告白，他不是随便的，他其实也是在他某种内心的慎重，经过了确定、很确定之后，心里才觉得
要告白，不要等了。其实这一个状态不是说我今天看到我喜欢，就是一定要你抽到愚人牌，就是说啊随便啦，赶快去告白，不是这个状况。愚人牌其实是有一个很慎重的心意哦。愚人牌的跨出那一步是强而有力的冒险，强而有力、饱满的勇气所带来的一个新的冒险哦。它只是形式上、表达上会有一点点冒失，可是它背后的心意。如果你抽到愚人牌的话，这一份跨步可能是所有的牌里面最无比真诚的一张哦，因为他用的是什么？最毫不犹豫的纯真的方式去跟你告白，去跟你表达，去跟你行动哦，所以他是非常直爽的，他脑袋是没有想过非常多的怀疑的。那这份没有这么多怀疑，没有这么多或者几乎零怀疑的状态是什么？因为他一看到你的时候，他就笃定是你了。他跟随便、跟轻易的随便的告白是不一样的东西哦。那权杖六跟他配合的时候，它变成是一种推动的热能。那热能的核心在哪里？我会让大家知道你多重要，是这样子的。所以在日常里面呢、你可能会捕捉到他在你附近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讯息，然后就是他会更多的支持你。你的 po 文，你需要别人帮忙或者什么，你在卖什么东西，或是你们要推广什么活动，各方面的，他会给你的支持是最大的。他会帮你找到更多的关注，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因为他的权杖六的能量一直在发挥出在各方面给你爱，他不想对你隐藏你对他的重要。好，然后另外一方面，他所以也不会轻易的就直接告白，轻易的开口，可是他有的时候会有点偷偷问你说：“你要不要去吃什么东西啊？你没吃过，我看你有 po 这个，我带你去吃看看。”这样，他会有这种有点冒险意味的邀约。你会觉得说：“我跟我的朋友去吃啦，为什么他会跳出来约啊什么的？”其实这都是他想要一步一步的接近告白的那个，他也在慢慢的练习跟你有独处的机会，让你发现他对你的重视跟别人不一样。其实他有在那些随机的行动里面，有像愚人牌一样比较小步伐的在靠近你了。其实这选到3号牌的朋友，这个要告白的人，他在告白之前呢、他很多的行动都非常的明显，他藏不住的哈。所以呢，其实他很难跟你保持距离哦，但他现在也没有要直接以愚人牌的方式去冒险跟冲动，可是他已经有那个能耐了。他其实现在随时都可以跟你大方的、自豪的跟你宣告、跟你告白都可以。可是他现在呢，我觉得他只是他心里还有一点点完美主义，在准备什么最好的台词啊，或是他还在确定自己的心已经完整到100%了嘛？他其实现在只是在踌躇这个小小的东西而已哦。其实到了第4组牌啦，3张牌的组合哈，就大概说一个收尾，因为前面其实已经讲得非常透了哈。其实这全部的组合起来，光是权杖六跟愚人牌哈，其实他只是要告诉你说，他内心的那一种月亮牌的那个挣扎跟不安，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好，因为他渴望的是什么？他渴望的是大声告诉别人说，你值得被人喜欢。他对你的重视，并不是句子，不是说你值得被我喜欢，他的句子不是这个，他的句子是说你值得被大家知道你是有价值，你是很重要的，喜欢你是对的，你是值得被人好好的喜欢的。他的告白的意味在这里，他的告白是意味在这里，他也要让别人知道说你是重要到可以让人跨出那一步，改变自己，去探险的，去冒险的，一起到未来去共同去探索新世界的陪伴的人。所以他的心意在权杖六跟愚人牌的时候，他的心意不会像月亮牌一样偷偷留在角落，而是希望先被你看见之后，然后被大家看见。他会不知不觉的把很多的感受都投注在你身上，是一种专注。它是一种很强的专注虽然月亮牌出现了某种阴影跟不安还有一些犹豫，可是他心里渴望的那个权杖六的那个胜利早就已经在深夜里面早就已经打消了跟击败了月亮牌的那一些东西啦。所以月亮牌的出现只是在告诉我们说，他并不是一开始看到你的时候就没有那些担忧，不是莽撞的，不是盲目的，他有深思熟虑的在夜晚中跟自己打仗，然后打仗之后他赢了，反复推翻自己之后他赢了，然后在这些不确定之后，他变得很确定了；在这些一切模糊的时候，他明朗了。然后他相信愚人牌给他的那一种跨步、勇气、冒险，即使对未来不确定，但他愿意拥抱，愿意相信。他觉得只要真诚的告诉你他一开始你给他的感受的那个心，无论你给他的回答是什么，但他相信这一个真诚的告白就是最完美的语言。所以这3张牌交织的某一种概念，就是说，就光明与黑暗的反复挣扎了。
可是他内心渴望被你承认他的爱，或是他告诉你这份爱，他觉得更重要。月亮牌没有办法把他困住，然后愚人牌在最后的时候出了一点力气，就说反正勇敢的前进，我们有能耐接住所有的回答。所以呢，这个状况你可能会得到一个突然的告白。我跟你说，他在你附近盘旋，他所有时间他都可以告白。他可能真的会有一个，即便你们两个在聊天聊一些别的事情，他就突然告白，会有这个状况出现哦。因为他其实有一点点难控制他内在的权杖6的火能量，再加上愚人牌的那个勇气能量，其实是在爆发的。然后他在慢慢的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有看到很多未来的蓝图，他希望邀请你一起，他其实是希望邀请你一起哦。他的心其实是很 pure 的，也许你拒绝会让他伤害，可是我觉得他内在不是那种伤害，他心里就会觉得说一定做得不够，所以他可能会下次再来。他是这样子的。那如果你答应了，他就会跟你分享非常多他在你身上发现的，你所启发他的未来的蓝图。所以他不是没有勇敢，他是非常勇敢的，只是他内心最单纯的、最纯净的那一刻，他觉得说这份勇敢我们会在最好的时机，而且那个最好的时机是我内心是零。完全没有不安的状况，我就要告诉你。所以他在你跟你平常生活路，他就可能会突然的告白，因为他那个时候突然感觉到说，我的力量来了，我要告白，他就会这样。有的时候可能会这样。所以3号牌你可能会得到一个突如其来的、很惊讶的、惊喜的告白啊。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个比较乐观的方向。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